什么声音？是蛇昆灵。跟着。果然在这儿。既然蛇昆灵在此，小七也一定在这儿。别大意，小七有可能不在这儿。为什么？蛇昆灵和小七联系在一起，小七的身体虽然会被侵蚀，但一时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但如果这样贸然切断与小七的联系，反而会有危险。那还等什么？拿铃铛去救人！等等，这蛇昆灵是神器，也是邪物，旁人不能轻易触碰，唯有我战士血脉，才不会被他的寒气侵蚀。怎么是你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你问他。我不认识他。昔日玄元山上的小丫头，如今成了首任权贵的女斗士，连我这个不熟的朋友，如今也沾了光，是不是？看来你伤的还不够重啊。你的身子好的倒挺快，可我伤的是这里，好的就没那么快了。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来救你们两个的命。哼，我的命不需要你救。烈王殿下，你不必处处针对我。算起来，我们之间还有过一面之缘。你到底是谁？日后你就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眼下还请二位立刻跟我离开。哼，我来取自家的东西，与你何干？纵然是你战士一族1000年的宝物，如今你也动不得。那就试试吧。别打了你们！你担心我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？战北野，你们俩够了吧？我问你，为何不能取？眼下我们3人正处于奇阵所布的阵中，若你现在要启开蛇昆灵，我们眼前的一切，包含你、我，还有他，都会化作骨血碎片。义父，宫中传来消息，王上薨逝了。在下已经尽力，王上病情本有好转，奈何天数如此，在下也无能为力。上天呐！你如此对待我太渊，意欲何为啊？王上，臣不能替你分忧，罪该万死啊！红月之夜，这雨怕是不会下了。
义父，义父。该开始了。啊？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倘若你不信，你可以用我们3人的性命作为赌注，现在就把摄昆灵取走。那何时能取？据我所知，摄昆灵一旦使用，就会与人的血肉精气息息相关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们就等着3日，3日之内，奇镇必定会使用这个摄昆灵。只要摄昆灵另有他用，小七便可解脱。你们再救他也不迟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就是我的事了。你们只需要知道，摄昆灵不可轻易移动。这附近囤积着国公府所有兵力，再不走，换岗的士兵就要发现了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回。好，若我发现你又骗人，你给我等着瞧。随时恭候。走。红月之日，以摄昆灵为信，以轩辕血为引，献祭天地，你便可掌握御水术，不输任何轩辕血脉。
从此以后，太渊不再需要轩辕氏了。臣都说，太渊的金鳞绸，半座城也还不得，只做帝王蟒袍之用。如今亲眼瞧见了，这才相信，今日长渊，义父终能得偿所愿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太渊的事都安排妥当了。按照义父的意思，水木河道都有专人把守。 几位主事大臣，我也已经打点好了，义父尽管放心。记得，半生之力就在今日了。可是义父，那这麝昆灵该如何处置？麝昆灵这等神物，怎可轻易的让给别人？用刚抓来的那个孩子先养着，日后定然有用。是。 先王一走，长渊的水库开启了。如果任由水势咆哮下去，对太渊而言，当是灭顶之灾呀！烦请侯爷速速请世子登基御水。世子不在吗？今天可是太渊西王的登基大典，世子不在，谁来御水呀？
岁！义父，刚刚得报，城南搜捕到一名年轻男子，此人正是轩辕明。此人贩奴场现身之后就杳无音信，现在突然出现，只怕有什么玄机。那义父的意思是？也罢，事已至此，就算他有什么谋划，恐怕也是空想。你去找人把他料理了。是。等等，你亲自去一趟，记住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国丧之日，国公的排场摆得倒是不小啊！这些人，难不成都是来给大典助兴来的？先王一走，长渊的水铺开启，这才1日的光景，水势竟然这般湍急了。这新王还是早日登基为好，早些遇水，制止了水铺，才得安宁啊！是啊，如果任由水势咆哮下去，对太渊而言，当是灭顶之灾呀！烦请侯爷速速请世子登基御水。世子不在吗？世子去了哪里？国公难道不知啊？这倒奇了，满朝文武谁不知道，世子住在张侯爷的府上。请问侯爷，世子现在何处啊？你竟敢问我？当然要问你。你要知道，世子若有意外的话，这个罪责，你担得起吗？穹顶已裂，会淹了这里，继而淹了整个太渊。如果不遇水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得死。没有人能遇得了这水。张侯爷，我问你一句，今日世子还会不会出现了？昨夜世子突然消失不见，我以为国公你心知肚明。世子失踪了，张侯爷，危难之际，你竟然把世子失踪之责推到我的头上，你居心何在？我，你，我，世子踪迹未明，为了太渊的百姓，看来还是应该请天泉皇城出面，稳住局势才好啊！一旦皇城出手，依照五州律例，这太渊便不再是轩辕家的太渊，咱们的千年基业就要断送了呀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这时候还谈什么天权国呀？你我今日能否离开此地，还未可知呢。好了好了，都别自乱阵脚，我们先止住这水铺再说。好啊，那就请张侯爷您来御水吧。是呀，侯爷，您快想想办法吧，要不然你我和众人今日就难逃此灾了，侯爷。我怎么会遇水呀？我岂有遇水之能啊！眼下只有求一人逃出这必死之境，祈求天权国来救我太原100万子民的性命啊！张鹤年，你看护世子不力，图谋不轨，动辄要放权皇城，是存有二心，只怕这一切都是你的奸计！你血口喷人！国公，难道国公有救命之策？我当然有了。国公有救命之策呀！我当然有，只是，不要再犹豫什么呀，国公！求国公救命啊！国公，救命啊！国公，罢了，为了太渊万千子民和千年基业，哪怕日后有人说我齐镇野心昭昭，我也愿背负着骂名。难不成国公还有御水之能啊？啊！
正是。这怎么可能？欲得水瀑者，加封玉林台，这是千年的古训。谁救了太渊，谁就是太渊的王。求国公御水。恭请国公御水，加封太渊王。恭请国公御水，加封太渊王。小七，大师兄，救我！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是扶摇？见关押的不是你扶摇师妹，就这么开心呢？救命！我问你，扶摇那个贱人现在在哪里？救我！救你啊！好啊，那你说说，扶摇那天从贩奴场逃脱之后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快说，是不是你们早就暗度陈仓，另有藏身之所了？大师兄，救我！你看他如此胆怯，肯定是不知道内情的。不如我们回去吧。你瞧他那卑微的模样，跟他那贱人姐姐，真是如出一辙呀。师兄，救我！你心软了吗？你是觉得他这个模样很可怜，是吗？不过是贱命一条。你想救他吗？你看他如此可怜，不如我们救他吧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等那个贱人来救他，把他带走。是。国公一片赤诚之心，实乃社稷之福啊！张某佩服。水势消退了。
水势消退了，我启真遇水成功了。殿下，今日应当改口了。王上，什么情况？难不成王上听戏听多了，要扮一回角吗？国公，您这是何意啊？当初在玄元山，王上突然失踪，臣终日茶饭不思，期盼王上复归。前几日听闻王上在贩奴场出现，臣即刻派兵前去查看，始终未得音讯。可是今日，王上突然现身。王上，你到来问臣，你让臣如何作想啊？国公，你误会了，我绝非刻意避开国公不见。我本就是一个没用的宗子，除了会唱几句戏文，身无长物。你们先说我是世子，我本以为是老天终于开眼，这轩辕家的王位总算落在我头上了。可还没坐上这王位，就一会儿被人绑走，一会儿被人刺杀，颠沛流离，吃尽苦头。若做这个王位，非得付出性命，那这个王位我不要也罢。这么说，当初在玄元山王上失踪，是被贼人所掠。国公，我日日盼着你能来救我。你可知道这伙贼人是何来历呀？我又怎么会认得？只是听人提起过一位侯爷，似乎事事都与他有关，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。那王上是如何逃出来的呢？那帮贼人！
虽然未曾施虐于我，可我也没少吃苦头。一路上浑浑噩噩的被押送至昆京，然后被关在一处暗无天日的密室之中。直到前几日，他们突然防卫松散，我才瞅着机会逃了出来。哦，就这样？那王上为何又突然出现在贩奴场呢？我从密室逃出以后，声闻分文，现为恶评。后来我听闻国公常出现于贩奴场，便前去寻找。岂知道我一到贩奴场，竟遇上如此大乱。我不善武功，行动不捷，不慎被一位贱奴刺中一剑。若非遇到郡主，我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。皇上真是受惊了，请皇上降罪。国公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您看看，我还只是个世子，就有诸多磨难，受尽折磨。要真让我坐上那个王位，我的命还要不要？今日长渊遇水之后，坐不坐这太渊的王位，你已经说了不算了。来，让臣替您更衣，如何？那贱奴下手太重了，伤尚未痊愈。臣真是粗手笨脚，还是着人来替王上更衣吧。来人！国公，您稍微告诉我，若是有人想害我，那我怎么办？有我在，谁敢害你呀？小七那个样子吗？他都快死了。你没看见国公府里今天戒备森严，重兵把守，你武功再高也杀不出去的。更何况你还带着那个病弱的小家伙。他已经快撑不住了。越是这样，你就越要冷静下来。裴元的目标是你，只要你不出现，他不会让小七死的。如果今天是薛元明让你跟我来说这些的话，我告诉你不需要。你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，我不会当你们的信使。还有，如果你想救小七，老老实实待在府里，冷静下来，自然会有办法。恭迎王上。
一点儿没吃啊。等等，命厨房灶火别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老爷就饿了。是。国公如何？已经快2个多时辰了，老爷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云公子，您说老爷这是怎么了？您得劝劝他呀。你信吗？义父的意思是，生死富贵早有定数。难道今日所有一切，上天早就安排好了？义父都虑了。为了一朝黄袍加身，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不惜众叛亲离，背上叛臣贼子的骂名，到头来机关算尽，落得个满盘皆输。我到底错在何处啊？那日玉水术明明已经得手，今日却又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安抚住那丫头了？你倒还有闲工夫管别人啊？好，能不能轻点儿？你是吃味啊？你对你自己，可还真下得去狠手。若非如此，齐镇的老狐狸岂会轻易相信啊？他信了吗？只怕他每日连自己都要1上3回，又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我？这药每日涂3次，便可去伤。哼，你说这个齐镇啊，必然不解。他分明早已得到了玉水之术，却落得今日如此这般窘迫。你知道其中的原委吗？你动了什么手脚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能让玉水术起效的，只有轩辕族的血脉。那夜齐镇试水成功，自然不是他的能耐。那日你不在场，你不想问我那个人是谁吗？那日试水，我只不过是借助他身边的轩辕血脉之力，又在今日将他身边那人支开了而已。我的事情，无需你插手。我都已经坐上太渊王位，你才告诉我，无需我插手。我指的是什么？你清楚。事到如今，你也该告诉他真相了吧？以后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别找由头宣我进宫。你这个位置，千万只眼睛盯着，要死别连累我。只怕眼下就有一场危机等着我呢。你的意思是？齐镇痛失王座，但他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
我猜他会再下一次杀手。皇上，进。皇上，小的见过宗神医。瞧瞧，这是内侍总管曹总管，本王的大小事，全由他安排。若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在下先告辞了。本王送你。宗神医医术精湛，妙手仁心。这才几根针扎下去，就感觉通体舒畅。这还得感谢国公的体恤周到，本王甚慰。曹总管。皇上，依着咱们太原王宫的规矩，新王登基必要大宴境内群臣百官。王屋内廷特意选了几个日子，请王上裁夺呢。大摆宴席也没什么意思，吃不出个花样来。搞个新花样吗？之前我在全都的时候就听闻，太原王室有狩猎的传统，盛况空前。改成围猎。围猎？这太原围猎是在腊月，况且王屋内廷也没有提前准备。你们有没有安排，我不管。是不是狩猎的季节，我也不管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新王继位，太原大吉。这个时候，就是狩猎最好的季节。哎，这怎么？你有意见？啊，哪里，小的不敢。只是这围猎事出仓促，小的这就去知会王屋内廷，命其尽早安排。劳烦曹总管。是，小的退下了。义父当心身体。今日之事，谁也未曾料到。日后另寻良机，再图大业便是。再者说，新王的位子由轩辕民来做，总比是张鹤年的人要好。你觉得他简单？轩辕民的话，我只信3分。今日若不是形势危急，我器重他称王。那义父的意思是？既已舍弃所有，踏上这阴鬼之路，就要破釜沉舟，叫得他风云生变。你且记着，今日夺我王位者，他日我定让他血债血偿。你们先退下吧，我要小睡片刻。命人不许打扰。
是。有资格，有资格，有资格。不是说好此事办完你立刻离开，怎么又出尔反尔？怕什么？那糊涂国公早以为我这短命小世子已经毁尸灭迹，就算现在有人过来，谁能认出我是轩辕辉啊？你呀，你说话不算话！明明说好了我帮了你的忙，你就答应和我好好打一场。今天我把你宫外那些守卫全都给点晕了，看你还有什么借口！我几时答应过你？从头至尾我在太原的事情，都不希望你掺和。你不好好在穹苍练功，仗着自己会穹苍御水术，竟然故意伤了轩辕辉，否则我又岂会找你假扮他？我要做的事，谁能拦我？今天若是你不好好跟我打一场，我就要把你这里搅个天翻地覆，看你怎么当这个王！太妍，不要闹事！我偏不！你能把我怎样？我说过，你打不赢我。你如果想赢过我，就回去好好再练个30-50年。这回不算，我们再打过。1次是如此，10次也是如此。太妍，你一直缠着我，真的只是为了比试吗？你快把我放了！我把你放了，你就立刻回去。如果再不听话，别怪我禀明师叔，让他派人把你拘走。你简直是对你太纵容。太妍，你今日所做之事，我会记得这份情。别浪费我难得的好心了。我才不要你记得什么情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赢你。公子，郡主她……别理他，他被我伤了气血，没有个3-5月出不了关。可是这样好吗？毕竟他是……你也是专程来跟我说这些废话的。天泉皇城来了密信。是否是棘手的事？没想到这佘昆凌刚露面，一会儿功夫就直达天庭了。那公子准备如何应对？现在人人都想拿到这个佘昆凌，我若失手交不了差，总不太光彩吧？属下明白。虽说我们琼叶的换脸术足以以假乱真，但是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。有何缺陷？换脸后容貌仅能维持5天，若想不露出破绽，还需再次施法。快5天了，小尾巴再不替我施法，再过半个时辰就要穿帮了，要变回自己的脸了。小姐。小姐在做什么？我准备梳妆一下，然后出去逛逛。今日王上邀请众臣围场狩猎，府上女眷怕是要同去，
小姐还是别到处乱跑了。围场狩猎，我这个人啊，从小最怕血腥场面了。能不能帮我回禀国公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就不去了。这不是长宁府，由不得小姐随着性子胡闹。新王登基，百官朝贺，小姐怎么能不去呢？新王登基？那家伙登基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所有的女眷都会去，那咱们的郡主裴苑小姐，她会不会去啊？当然。那还等什么呀？伺候我更衣。皇上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皇上，这些啊都是朝中显贵要员府上的女眷，一听说太原新登基的王尚未成亲，就全赶来了，变着法儿的争奇斗艳，我看都想给自己谋个好去处。齐镇这老狐狸早就已经打好了算盘，带了这么多女眷来，表面上是迎合军意，只怕这莺莺燕燕背后隐藏着一场杀局。来者何人？没有通行令牌，擅闯王族猎场，可是死罪。我受邀而来，何须令牌？有贵客到，为何要拦？是你？见过皇上。你竟然是……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久闻天煞猎王威名赫赫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令人心生敬仰。臣恭请王上圣安。国公，想必您一定认得天煞猎王。我恰巧知道他人在昆京，心里想着，这狩猎怎么能少了他？便自作主张邀请猎王前来。王上做事怎可说是自作主张啊？臣想起来，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黄历，上面写着“历有攸往，贵人勾陈”。现在看起来，这贵人想必就应该是列王殿下了。列王殿下，久仰大名。鄙人粗陋，当不起国公这样抬举。来，列王，里面请。列王殿下，国公，请入座。列王殿下，我还未过问，您现在住在何处？太原宫内宽敞，需不需要本王安排间宫院给您住啊？哎，不必麻烦了。我原本住在天煞的官驿，近日搬到客栈住了。这是为何？就在几日前，有人进我的官驿行刺，蓄意要取我性命，随即还把我的住处给烧了。是什么样的贼人如此嚣张？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卑鄙毛贼，不值一提。只是我天煞的圣物摄昆陵，也在那日被盗走，还请太渊给个说法。摄昆陵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皇上，
臣听闻摄昆凌至寒至烈，也能操控人的神识。如此至宝竟然被盗，国公，此事定当好好追查。天煞的至宝竟然在我太渊被盗，这是蓄意要破坏我太渊跟天煞两国之间的交好啊！臣自然会追查，只是昆京如此之大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出什么消息来。国公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，列王殿下，你们天煞的至宝，怎么会在我们太渊境内？这其中该不会是有什么？您懂本王的意思吧？这个呀，这个，就得问国公了吧？问我？哈。哦。可能是之前臣曾经跟天煞的使臣说过，长渊之水有仙灵，昔日龙鳞甲就在长渊大显神通，莫不是天煞王知道之后，想拿摄昆凌在此地试试摄昆凌的神通？哦，我倒是听说呀。哎，听说，那必然是道听途说，不足为信。就像你说摄昆凌在此丢失，到底有谁看见？有谁能出来作证呢？哼！国公的意思，是我天煞无凭无据，污蔑你们太渊。哪里，我们两个国家世代交好，我岂敢轻易怀疑天煞王的动机呢？只不过此次列王贸然来昆京，又说摄昆凌在此丢失了，到底是真的丢失了，还是列王把它放在了何处，自己一时疏忽记不起来了呢？我明白国公的意思了。今日无论我说什么，都是故意污蔑啊！国公是怕我说出除了摄昆凌被盗之事，再说出一些别的不好听的吧？列王殿下可能对我不了解呀，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即便有人污蔑我想王上也会明察秋毫，还我清白。是吗，王上？自然是啊，国公。这事儿你们两个怎么说着说着就争起来了，还说到清白了？要本王说，你们二位都别争了，让本王来定夺。列王殿下，摄昆凌被盗之事，我太渊理应追查，就请您稍待数日，静候我们的佳音。好。